哎，好的，今天呢，欢迎呢邀请了一个在国内的朋友，他叫 Eric，他现在是在国内做这个金融板块的。然后呢，今天我们想利用这个时间呢，去跟 Eric 去讨论一下这个教育的问题，或者 Eric 他对国内现在中国的教育的板块啊，或者他的对希望以后中国教育的那个改变会是怎么样发生，或者对咱们以后的整个体系会有什么影响的。好了，Eric，那欢迎你来到节目，那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那个观点。谢谢。嗯你想了解关于教育哪一方面呢？没有了，就先生你先说说你的个人观感吧。你觉得就是整体的中国的教育，或者他现在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看法，也可以咱们先聊一下这个。我感觉呢，教育是跟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啊，或者产业发展的这个策略呢，它是形成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那刚好呢，这个在中国经历了前面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周期啊，然后呢，它教育是走了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周期一样的一个起步阶段。那你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以后呢，中国的经济开始比较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型期到了。那我们看教育的改革也会形成。我们先看前面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国进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社会市场里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对英语的要求和比重比较增加啊，包括这个留学生这个出去留学啊。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这个优秀的一个产业，或者说科学理念的一些这个经验啊。它这里面可能前一阶段呢，你可能送出比如说100个学生啊，有可能有10来个学生能回来，就会对你的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产业的这个有很大的裨益。所以他为什么前面的时候要加大这个英语的学习和加大这个比如说留学生的外派啊，他要把这个基数要做大啊，基数做大了以后，你回归的一些这个人才呢，这个数量才够支撑你整个国内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和这个进步嘛。所以我是这样去理解前面中国改革开放去送这个留学生出去，然后他的国内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育体制呢，基本上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产业向对外学习而进行这个相应的设置和整个的安排，然后呢，再结合国内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国内的一些这个发展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职称考试啊，或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领域啊，这个评定呀、资质认定呀，都会跟英语挂钩啊。大家有时候很不理解，其实也在多半国内里，其实这种不合理，就是你有可能本身你就在国内去做这个教育啊，或者说科研呀、或者说这种晋升啊，跟英语。哎，喂，哎，不好意思，刚刚断掉了，突然断掉了。啊，等会儿，要不咱们现在呢刚刚好那个邀请了这个人类研究所的朋友也进来一起来了我们现在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们刚刚就是有个技术问题断了线。那个研究所，你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嗯，可以。可以。那好，没事。刚刚呢，就是那个 Eric 老哥就跟我们就解释一下以前这个中国教育的它的方针大方向是希望可以让大学生们对外可以结合，所以说对这个英语各样的要求呢就会比较严格。然后呢，那个 Eric 说到他觉得这个以后可能有改变，那 Eric 你可以继续说。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比如说职称啊、评定呀，
很多的这个领域里面都会夹杂有英语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国家这个战略向下渗透的一个结果啊。其实这个里面有些地方是不合理的，但是国家是有这么个策略，就是国家在执行国家方面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它会向下进行这个贯穿性的这个传导。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国的很多的政策制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波动效应。那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就是英语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国科就是国家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呀、经济的发展呀，结合的程度这么大，是因为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个事儿啊，稍微等一等。没事没事，那我帮你补充一下，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之前中国发展的话，它必须要强力的去对外接触嘛，然后说白了就是要去跟老外打交道赚钱，所以说呢，它必须在这个传统意义上呢，希望整个教育体制呢，它可以培养很多人才，它可以在英文这个板块呢有一定的实力去补助到整个经济发展。去推动整个中国的那个下一步的去对外发展。然后那个人类研究所呢，你觉得他 Eric 所提到的这个点有什么？你可以发表一下吗？有什么看法？我挺赞同他说的，但是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贯穿性是很强的，它公权力的那个导向性也很强。但是在学英语之前，好像是90年代的话，也同样有一个时期是学俄语的，不只是70年代吧。对对。对，我记得我奶奶给我讲过，他们小时候都是学俄语。对。对这一点的话，其实不只是中国，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偏向这种，地球上的这个大国有主导权的时候，它的语言那自然就会成为大家所趋向性的一门语言来学，而且包括很多学术周刊什么的，其实都是用英文发表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在内地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虽然我们配置了这门学科，但其实是在我们西部省份来说，教育资源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学的是基本上趋同于哑巴英语。你应该理解吧？明白。对，因为刚刚大家起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基础还没打好嘛，就很难从0到1的那个跳跃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在国内念过书，我也明白，就是其实咱们在国内念书的时候，那个英语虽然是有那个课程啊什么的，但是它真的不是我们很多人追求的主力的那个课，可能就是那个比较弱的一科嘛，对比来数学或者语文什么的，可能更加把我们更加多的精力啊什么都放到这个英语，这真的对比来说是没有这么多的。就可能说语文可能那个跟数学比较多一点，这个力度比较大一点。没有错。但是而且你说没事你说。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更偏向于写，听说读写。其实会一门语言，你最好的是去了解它的文化或者是你的应用，形成一种语言思维。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们学了10几年的英语的话，我们可能更偏向于应试教育，就是没有发挥那门语言的作用。虽然它也是主科之一，而且像你刚才讲到的，确实是包括文综和理综，还有数学和语文这些主科来说，英语确实是在学生时代是没有那么在意的一门主课。对。我觉得它方向性其实应该再偏一下了，偏到应用方面比较好。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时候呢，有带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啊，就是说这个教育的本质上，从你们刚刚提出的观点来说，对我的冲击就是说，好像说大家
或者这是以前国家对这个教育的推动，它背后的逻辑就是想得到利益而做一种推动力，去做这种促进你去学俄语又好，学英语又好，就因为那个世界的主导权或者那个经济的主导权在那种语言大国上面，所以说咱们就必须要向那边去靠拢一些。然后呢，再去回想一下咱们就是中国人这比较传统的思路，就是说咱们父母啊，或者整体整个社会啊，他们就是推动这个教育或者这种为什么要学习的那个动机，都是好像比较偏这种利益关系而导致的影响，而不是好像一种为了去学习知识而去产生的这种动力去推动的吧。我觉得这个点我们应该去慎重一下，去考虑一下。就好像说你觉得你为什么学英文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是写啊、考试啊这个过程都很好，但是到了出去外面实际应用跟老外交流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弱呢？那我觉得这也是有它背后的那个出发点而导致的行为。就好像说大家是为了应付考试啊，拿高分啊，然后拿了高分就可以去到名校啊。去到名校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去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范畴里面去拿到比较高的人工啊，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普通的一个思路嘛。但是就因为刚刚好是因为这种目的性或者这种推动力而导致到呢，你把这个东西学了下来，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得到好的工作，但是你没有真正在学习的意义上把这个学科或者这个东西用心的去学习了，就学为己用这个过程好像没有很好的利用到。我回来了，刚刚有事儿，没事，耽误你继续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习的目的性啊，跟那个影响导致到之后的对我们整体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点，我觉得就应该值得我们探讨一下。你说 Eric。我说学习呢，它跟你的这个后面的主要就是你以后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呢，人在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当中呢，离不开这个社会的发展的一个周期和它一个趋势。所以呢，可能得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和社会它整个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呢，教育实际上是在这个趋势当中呢，是辅助这个趋势来进行演变的。所以呢，教育实际上是为这个趋势服务的。那前面的时候，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大的这个经济周期，实际上就是学习国外，然后融入全球化。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它的英语的比重这么高，他希望呢，就是中国的国内的人尽可能的去跟世界进行经济上进行接洽，各个层面上的接洽。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这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腾飞。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就是进入到这个30-40年的这个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是它的制度优势把这个资源进行这个非常的高效的匹配，然后第二个就是尽可能的跟这个全球大市场的一个融合，所以它经济会产生这样的高速。那从这个年以后，08年以后，这个西方这个美国这个次贷危机以后，整个的这个怎么说，金融行业和地缘政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政治开始向这个经济开始进行传导影响，然后到这个18年的这个贸易战美国的贸易战，美国的贸易战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由经济向政治传导，后面是从政治又开始向经济开始传导。所以我们经常学的就是政经不离，就是他们之间有这种相互的这个影响作用。那我们看这个前面的是经济开始向政治引导以后，开始做这个对华的一些这个制裁控制，就是它的对行业开始进行这个相应的制约，包括美国的逆全球化。政治的作用开始向经济传导了以后，经济开始出现这种逐渐的慢慢的演变。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原来的
就是简单的这个一个方向，向这个全球化，这个拥抱全球化，扩大自己的这个很多基础产业的这个全球市场份额开始转变了，就开始前面的时候从这个08年以后，中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产业转型了，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要求是做这个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但是呢，原来这个基础产业的盘子很大，那个市场不是说你想让它转型它就转型的，所以呢，当时的前面从08年到18年，又加上这个08年这个次贷危机、金融放水以后，传统有些行业呀，包括僵尸的一些企业呀，得到一些资金啊，它延缓它这个转型的这个转变。那从18年开始，这个美国开始出现这种逆全球化，然后呢，开始对中国的开始进行相应的这个长臂管辖的制裁了以后，中国的这个产业转型，由于受这个一个是内部推动和这个外部这个干预的这个两种作用的话，它开始加速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然后呢，到了这个2020年呢，刚好出现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以后，又使得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包括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模式受到一定的冲击，就加速了这个产业这个转型升级呀，包括迭代的一个契机。那中美关系在紧张的过程中，势必影响到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产业。那我们在这个从08年中国开始，15年开始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开始进行这个去杠杆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做这个产业的一个出清升级。到这疫情结束作为一个时点，第一阶段的这个产业出清升级到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代表性的产业就是房地产行业啊，被去杠杆去的比较厉害，就是前面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市场的契机，而刚好借助一个是金融的去杠杆和疫情的这个产业去杠杆，加速了这个房地产这个调整一个周期的一个加速。那到这个疫情结束算第一个阶段，相当于就开始把这个原来占用这个整个国家经济资源、金融资源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它的这块的这个相当于资源就开始往外挤了以后，根据中美在世界经济里面它的作用和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呢，这个中国有意识的把挤出来的或者未来新分布出来的这个资源呢，向哪个领域里面去导呢？就向这个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升级产业里面去引导。未来的这个我看的大概20-30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新一轮的这个经济周期里呢，那势必是科技为主导的第一个这个高速发展周期。高速发展周期就是新能源、新科技、新应用和消费新升级这几个领域里面去。我来补充一下我的观点吧，沿着艾瑞克老哥的观点。就是刚才艾瑞克老哥说到一个全球化以及说产业转型的一个问题。首先确实是融入全球化也就40年的改革开放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Max 你不要忘了，中国成立也才不过70几年，然后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普遍的中国人的经济都比较差，因为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是很赞同你的那个教育观点，但是在这种前提下，我相信每一个小家庭来说，他第一步是要活下去。那怎么活下去？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你要保证说有一个公平的教育机会，然后所以最后就衍生出了这个千军万马追逐这个名利的过程，好像是对过独木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活下来的过程。因为你没有
你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你自己的事业，以及说你才有一个所谓的阶级跃迁的机会。这个是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父母所就是期待的。另外，从中国传统的观点来说的话，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我觉得这个传统的文化因素还在。你现在在国外，我不知道你父母以前有没有对你有过这种要求，但其实是普遍，对，但其实是普遍都一样的。然后另外 Erica 老哥刚才说到产业转型，那我相信就是依据中国的这种强大的公权力的系统，然后它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势必也是一个教育转型的过程，因为它所需要的人才可能就不一样了，它人才缺口不一样，然后它的政策导向性就会不一样。但是你所说的按照兴趣出发的这个点，我相信现在很多中产家庭以上的孩子，就像 Erica 老哥之前分享过他对女儿的教育，我就觉得很好，就是用兴趣做导向，或者是说不要以分数为王，怎么样，就是培养小孩子他认知这个世界的能力比较重要，或者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些我觉得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吧。至于现在的大环境的话，确实还差得比较远。我很明白你们两位的那个描述跟出发点，因为我本来也是就是经历过中国的教育嘛，还有我家庭背景也是中国人，他们的那个 cultural 那个 influence 都是类似的。但是呢，我也很明白这个，就是从以前没钱，然后去建了很多大学，然后出了很多高材生，从大学的领域出来之后呢，搞了很多研发，到现在呢，可能就是产业转移了，要去做一些更加高的，好像什么就 production 的东西，或者一些就是工厂里面的转型或者什么的，需要一批新的人才过来去把以前旧的工厂把它数字化，然后把整个流水线更加科学化的去管理什么的，这是一个转型带来的另一波的教育行业的一个冲击嘛。这个我也就好像说以前是大家都去读大学，现在可能就大家去读那个什么类似 trade school 嘛，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说以前传是想做白领，然后现在就是传去希望可能做蓝领也可以，然后蓝领也有新的那个机遇出现，而导致到大家的那个在教育行业里面的转向会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可能以后就好像 Eric 刚刚说的，以后他不一定只是为了追随这个行业发展而去做，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最近不是出了那个 AI 跟那个 ChatGPT 嘛，而我自己对这个科技的发生这个改变呢，我对它的定性就是认为有了这种新的这种 AI 的这种介入，或者这种普及性的这种科技的普及性的话，以前我们读书的有一个过程嘛，就是我们要花很大劲去记某一些东西，然后把记忆里面的东西在考试里面抽出来用。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我们整个教育体制里面，我可能估计就是说80%的时间是用来去做这种记忆的背书或者把题把什么一些 formula 什么东西记住，然后在考试里面利用的话，那我觉得以后可能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科技会引导到去整个教育里面，你花的时间会花到可能把之前的70到80的记忆的时间给磨掉了，然后换成是70到80的时间可能用作去把你学到，就比方说英文那样，就把它学了之后，那实际上你可以用这个英文再通过网络或者什么去跟外国人去实际交流对话或者去自己去在网络上用英文去写一些文章再对外发表，然后拿一些 feedback， 然后去利用不同的科技渠道去把这个学来的东西放到一个更加实用一点的东西上面，然后通过这个实践，通过这种面对市场又好，或面对外部的其他的那个
观点又好，去拿一个新的 feedback， 然后从这个 feedback 里面去学习。我就觉得这是因为有一些新的科技会改变那个学习或者教育的模式，我不反对就是普通人家去利用教育去拿到一个可以帮他们自己的那个收入水平又好，或者在社会的地位又好，去做一个跳板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只是针对说有可能因为有一些新的科技或者新的人类的发展，会导致到我们在教育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做的东西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前面我刚刚讲了一下这个整个产业的和社会那个发展的一个大的背景，刚好就我们延伸到这个教育，因为它教育它作为一个服务或这个趋势当中的一个核心产业嘛。然后呢，中国教育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契机啊。我现在得到这些信息看来呢，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结构要调整。比如说我们的小学原来6年制的小学有可能转成4年制或者5年制，就他把这个基础学科的时间呢时间要缩短。那我们刚刚说新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 AI 的这个引进，包括中国的这个智慧工厂的引进，就是原来传统的就是人工密集型的产业呢就会被自动化去替代。中国的这个自动化或者这个智慧工厂的这个节奏有大的加速。那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现在中国这面呢在这个教育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大陆看呢，家长偏向于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孩子的素质教育。一般家庭里面现在素质教育增多了。你比如说像我们孩子或者同龄的孩子，很多加了比如说体育里面比如说篮球呀、游泳呀。什么这个空手道、跆拳道，然后那个舞蹈，这些兴趣班都增加了啊。孩子学乐器啊，你像我们孩子就比较多，像篮球呀、什么游泳呀、钢琴呀、围棋呀，这些兴趣班都有。他的像很小的时候，我们像引入一些除了传统的一些我们这个拼写呀什么的，还有一些逻辑思维，然后呢乐高的编程，都是中国的孩子现在在低龄的比如说幼儿园小学都会有。那小学阶段呢，可能我比较同意像中科大他们一些博导的这个建议，就是如果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可以在前面培养他这个学习效率也比较高的话，可以加速比别人学的更多一些。比如说利用更短的时间把现有的一些教材的这个小学阶段就可以很快的让孩子就学完了以后就跳过去。就像你说的这个刚才就说很多的记的背的一些东西已经通过人的用计算机信息化数据库的方式已经替代了。对，其实应该是对这个后面这个本身这个信息或知识进行提升，把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思辨能力考能力、思维能力要增加。那中国呢以前呢就是因为我们上一轮产业周期，你看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对的高收入行业都在哪儿呢？都在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偏就是市场端的人呢，通过这个产业红利赚的钱就比较多一些，对不对？那就是前面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工厂一般都是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比较相对来说传统的，这样的话，它的农民工啊，或者这个低知识水平的这个群体呢，它就支撑了你的产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人员构成。那剩下一些做市场营销或者做订单呀，或者做一些高端一些服务这类的，它获得市场溢价就比较多一些。那在这个产业转型以后变化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后面就越来越走这个原来西方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路，就是你原来的传统产业过渡到新阶段了以后，实际上就是技术工种的技工啊、技术人员、科研人员、
如果能实现这个商业化的这些人，他的收益会高很多。如果再叠加高学历，就那种高级蓝领吧，他的就是相当于他的专才，就是科技领域的专才，他能拿到的这个收益就会高一些。然后呢，我们像这个原来传统的，比如说金融服务行业的，或这个前面的这个我说的营销和管理人员呢，那你得分了。以前是就是普遍的红利啊，就是你在那个岗位上，你能这个实现这个市场的这个轻松实现市场价值的，你就能获得高收益。后面就是对你的专业能力要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了。像这一类行业，就是对你的这个专业化要求比以前就提一个更高的要求，人能获得一个高收益。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以前比如说进这个阿里巴巴或者进这个电子商务的，然后网站通过这个融资方式，然后那个融资了以后回头给你付这个高的这个成本嘛，对吧？工资支撑你的高收入。到后面就不一样了，后面就人员要求就是在原来的供应的基础上，他要求提炼，你的专业能力要很高，你这个业绩水平要很强，你才能获得高收益。那在这个传统那个领域里面，科技领域里面呢，那你这个里面要有新东西、新产品。然后呢，国家的在资本市场呢，就是引导这些，比如说创新类的企业、科技类的企业，就相当于资本上到资本市场里面进行对价，能实现一个高收益。你比如说，未来你要有发明专利，这个有科技型专利，有科技型产品，那在资本上你的回报就肯定是跟前面的时候这个互联网呀，跟房地产市场一样，获得成百上千的这个相当于你的这个价值收益了。周期就变了，转换周期变了以后，我们现在培养孩子呢，第一个教育里面，第一个是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人都是发现的，中国原来传统的这个教育呢，因为社会结构、你的产业结构，感觉就是原来从那个旧有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到这个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呢，你像这个机构改革呀，国家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呀，还是原来传统的这个模式嘛。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上学上完了，然后呢分到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你这一辈子就比较稳定了，他们的学习周期基本上到那儿也就停止了。然后呢，像他们到后面的以后也不需要你对行业或产业学习有多深了，后面就不一样了。那如果你还抱着传统的，你在大学学完了以后，后面你只要达到一个平台或达到一个位置，可以终身受益的话，已经不现实了。怎样保持你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习惯，终身提升的一个习惯，要适应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这个前面的时候，国家这40年相对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相对来说变化还是比较小的嘛，对吧？那你国家这个产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将这个政府它的职能也在转变过程中，势必这两块也要变。更别提这个市场化里面的企业，它要应对市场变化，那变得更剧烈。那孩子如果没有这种他的教育提前的时候没有这种好的贯穿终身的这种学习习惯、对变化的习惯、自我提升的习惯，很难应对未来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就按着 Eric 这话，我补充一点啊，就我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自己非常认同，就是说，我觉得人类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是那个好奇心啊，就 curiosity 啊，就如果你一辈子你活下来说，就是在童年或者到以后发展或中年或者之后什么，你一直保有那个 curiosity， 一直有那个好奇心的话，那你应该是可以利用那个好奇心去推动你去不停的去发掘新的事物啊，去学习或者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而让你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一些你以前没有的东西，然后这
这就导致到你可以习惯一种永远是抱有那种问问题的态度，然后一直有这种好学的那种动力去一直做下去。但是我就觉得 Eric 刚刚说的也是，我觉得也很好的，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这种概念灌输到就是中国整体的社会里面呢？因为我觉得好像中国的整体社会还是保留着那种比较传统的想法跟那种看法，那可能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么大的那个改变或者改革的话，会不会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太大的冲击，然后让他们不会接受这东西呢？就好像说你说这种在学校里把那个学校的日子从5天改到那个4天的话，那家长他们会认可这东西吗？或者在教育方面，你把他那个读课本的时间给降下来了，然后让他们那个孩子去更好的利用课本学到的东西去做一些创作或者什么的话，那些家长会认同吗？因为之前就是1年前或者2年前的时候，中国不是把那个补课，就是那个补课的那些全部打教育压掉了行业嘛。整顿。对了，他通过那个整顿以后，但是整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现实的那个状态，就是虽然中国政府整顿了，但是很多家长他也是私底下就是找一些老师或者什么的去上门去教啊，或者他们一般人去带着孩子集中到去某些就是比较私隐的地方去补课啊，去做题啊，去应对考试啊，所以说。我们的远近，我们的对未来的看法是正向的，但是我们现在现实在发生的东西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们觉得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去怎么去面对，或者中国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新的出台的政策或者什么手法会改变这些老一辈的思想或者状态吗？我是始终保持这么个观点，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上是可能是最务实的一块群体了啊。他们这个说外媒经常说什么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在老百姓眼里面，什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跟他关系都没多大关系。他们实际上关心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安定性、稳定性和这个不断的改善性。就是这样。然后呢，你不要去就是担心老百姓适应这个环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呢，我是通过你看，我前面在说这个中国的前面这40年的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它的社会的这个趋势发展和行业的发展，它给你画出这种引导了以后，民众自然的按照这个引导去走。那后面这个引导是通过什么呢？也是通过上层。你只要是去把这个后面这个财富效应体现出来，主导方向体现出来，人们自然就会改变应对的方式。而前面的是打这个教培行业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去打击一下它的这个养育成本，因为人口这个因素，它去打教育成本，实际上是要有意识去刻意的去抑制一些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呢，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老百姓这个，比如说这个生育的这个成本，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抑制作用。到后面呢，我为什么说国家在推动这些行业里面，它的财富效应，就是它只要通过政策的手或者通过产业的手去引导这些相关领域里面有这种财富效应，那自上而下的大家就会按图索骥的去奔向这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他会有一定的安排去走。社会上呢，也会根据上面国家的引导方向或者财富的引导方向趋势的方向，然后提供这样的服务。你比如说前面的时候，互联网赚钱，这个读商科赚钱， MBA、EMBA 这个去搞市场营销挣钱，那大家都去往这个口里面去读相应的这个学校，相应的领域，找相应的公司，是吧？你到后面比如说现在给开了这个上市科创板、创业板，是看你的科技含量，我让你上市到高溢价，
能够拿到高融资，享受市场的红利。这时候这些人通过股权、期权、工资，超过了普通社会里面的平均的收入，甚至有些人达到了财富自由。大家都会按图索骥往这条路上奔，那家长就会按图索骥的引导自己孩子往这个路上去走。中国老百姓最务实的，哪个地方有财富，就是老百姓是最爱赚钱的哈。哪个地方有财富，哪个地方能赚钱，就安排自己的孩子往这条路上扎。其实最朴素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哲学。那往这个路上面去扎，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比如说现在他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给孩子买学区房，我给孩子买这个高的这个补习班，我给孩子上这个贵族学校，他们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财务的这种安排能支付，提供他这个条件，但是具体的什么都还得看孩子自己。这个里面的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选择，或者自然的一个竞争淘汰机制，你是不可避免的。那有些人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通过给孩子引导呀，有意的引导，或者有意的安排，或者有意的这个像资源疏导，而不是间接就是简单粗暴的往里面，比如说我通过资金的介入给他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里面我感觉也会有一种竞争和淘汰机制。不能说这种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这种的这个产业结构，或者说这种思维模式适应每一个人，它同样也是适者生存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的孩子，我给他垒那么多高，或者我给他引导，他自己就是不理解，或者他自己就形成不了机制。这个整个这个行业竞争啊，教育竞争里面，他就不具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这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已经学到哪儿了？已经学到高1了。他平时这个就说累了，做题做累了，看什么呢？看一会儿人老师的网课，当做休息。他把他学习已经当成一个习惯了，你把听课当成一个放松的一个手段了。他这学习效率一般的孩子比不了。实际上你能吸收多少知识，你的思维能有多大改变，是跟你的学习效率是成正比的。你的学习效率高，你用的时间短，那你产生的成绩或者效果就不高。就是有先天的这个问题，也有后天训练和培养的问题。这东西就是两者结合，里面就是一个我说的，大家就是说就是有时候外力加的太多，最后自己自身条件不具备也没有用。那正常啊，每个人就是生下来本来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也不可能就说就一套方法或者一个方法论就等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那个去达到成功或者什么的，就每个人的就是世界就是不公平嘛，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神奇的地方嘛。我的一个这个大概的思想或这个理念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想给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教育方式呢？我希望呢，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学习习惯。什么样的教育习惯来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理念去看待问题，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问题，他这种方法。那么呢，学习是贯穿终身的，解决问题也是贯穿终身的。每个人都要遇到问题。希望我的孩子是什么？第一个，他有自主的这种学习管理的能力，让他养成习惯，自己能学习。我不是说他能学习效率到底能提多高，我不做强求，但是我希望第一目标基础达到一个自我学习的习惯的一个养成。第二，看待问题他知道怎么分析，是一脑懵问题了以后知道这个问题，然后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找到这个路径。然后呢，后面就是心理建设，就是遇到问题不慌，能达到平静的去看待问题，尤其这个心理素质啊，这是我自己看的。所以他最终他的学习效率、学习能力能达到多高，
不能确认，这是看他自己的努力的结果。那我希望我帮他介入的以后，这些这个学习的技能、方法、理念让他能掌握，掌握了以后呢，学习有快慢，有可能前面的时候慢一些，比别人慢一些都没有关系。你如果到后面能够快一些也可以，前快一些的时候，我反而有时候可能会帮他降速啊，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均衡发展。我觉得就是具备一些基础的一些条件和基础的这个学习的习惯理念，我最看重的。我很赞同 Eric 老哥的教育观点，这个也是我想讲的。就像 Max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政府需要用什么样的政策去引导，或者是创造一个怎么样的教育环境，这点毋庸置疑很重要。但是我的观点也是说，其实教育不光是社会责任，也是小家庭的一个家长的责任。像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教培行业给打掉之后，妈妈或者是家里人还会偷偷的请老师去补课？那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分数为王的一个教育观点嘛，就想让孩子在高考中取得更高的分数，对，考上好的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往往忽视了孩子的这种心理素质，以及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处理这个世界所产生的问题的一些能力。所以刚才 Eric 老哥讲了之后，也是我想说的，这个不仅是一个社会责任，也是家长的责任。关于这种把孩子丢给补习老师的行为，就我指的是那种主课什么的，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某一部分家长，不是说全部啊，他是在有一点推卸责任了。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父母，就是无论是他觉得他自己辅导不了孩子，或者是说工作太累了，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就他可能没有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就这点我觉得是问题还蛮大的。但是这个很难说啊，这个也很难解决，因为这是每个家庭的那个这本身的收入问题嘛，而导致的嘛。如果就是普及他的收入就是那个情况的话，他也没办法，就根本就没时间去做很多就是本来可以跟那个小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也很难怪他们了。是这样没错，但是我想讲的，我其实正想讲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带孩子去环球旅行也好或怎么样的，那你是不是可以家里买个地球仪，或者是你陪他一起看看纪录片？就其实我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每个家庭他的那个原始积累是不一样的，他的社会资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小孩子的话就像一张空白的纸，我还是觉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就是你的陪伴以及你的教育方式，有时候不是说金钱和资源可以衡量的，就还是要有那个意识，就稍微抽出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教育的事情。就像 Eric 老哥，他可能现在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资源，但是对于没有普通家庭的孩子的话，我觉得是尽量的去做到吧，就不是说一定要有那个资源才可以做的事情。当然有是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小孩子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视野。但是其实现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达的社会的话，就比如说你要学围棋，那你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课程？你如果没有办法去线下请老师的话，我觉得都是有方法的，但是可能是得用心，就家长可能得先意识到才行。现在的问题就是好多家长好像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觉得我孩子念书好，成绩好，能考高分，就是他就很开心，然后在朋友面前的话也会觉得我孩子很棒，觉得对啊，这样子。就是一种但是荣耀的心理去看对这个事情。对，有一点炫耀的了，而不是像艾瑞考哥刚才所说的，把孩子考虑到他
整个人生怎么与世界相处的，这样上升到这个课题。我觉得这个就是嗯因为他那个就是家长他本身他本人的那个素质跟他本身的教养，而导致到他会去做某一种决定或者去做某种追求嘛。所以说，可对，能没错。我们的就是用你来的观点来说，就是在教育孩子之前，我们可能要先把大人给全部教育一遍，然后让他们怎么去好好的去教育孩子。所以说应该是你是可能在你的理想社会里面，就是那个在这个家长要生孩子之前，他可能要通过一个考察，就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的话，合格的。他才可以去生育孩子。如果他不够资格的话，那就不要让他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社会了，但是现实就不会这样了。对啦，所以说现实就是我们要面对着，就是有很多的差异，就是说有家长的差异，有他们的那个群体，他们生活人群对他们的那种眼光上看法，而令到他们对这事情产生的差异，还有他们自己就是在传导这个新的信息给下一代的时候的那种差异也有。实际上有这么多的差异化，就是很难去很统一的去改变这个事情，是吧？对，也达不到那个平衡。但是问题是，就是说白了，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如果有很多家长听得到的话，对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新的一种冲击，让他会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普遍就是很多人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可能就是毕业了，然后很累的去找一个工作，然后在上班也是做一些很累的活，然后让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已经是一个比较灰的地方了，然后他回到家可能就已经没有那种很好的心情或者那种心态去很好的去跟其他人或者他的下一代去做这种交流或者这种分享或者什么的，或者他也很累的。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些一大堆问题就直接抛到去学校啊，或者那种就是私教啊，或者那种补习班啊，就希望其他人可以把他这个包袱给拿走，然后帮他减轻他生活里面的包袱，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按照这个模板逻辑走下去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就直接不要去提高这个家长，而去提高这些导师呢？就是这是实际在教育行业去做引导的这些人，他可不可以正确的把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所有的观点呢，或者一些想法，真的去落地实行去做呢？我觉得这个我也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说白了，现在很多这些什么补习老师啊什么的，他们赚外快，为什么赚得多钱？就因为他很好的去帮这些孩子应付了那个考试的那个试卷啊，对不对？他可能有一套很好的做题的技巧，对，做题的理论啊，做题的技巧，很好的灌输了这堆东西给这些孩子。而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去试想一下，怎么去改变他们这一帮人，这些导师，他们拥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观点与理论，去实行的去把这些更好的宣传下去呢？你们觉得怎么样？艾瑞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透露出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们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在早期教育，就是现在体现出来，就是过于重视，比如说对和错。我孩子这个，我就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有时候比如他做的一些题，就是比如思维的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目的一些题，我不会刻意的去跟他去说这个就是对的，这就是错的，而我特别关注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怎么思维的，你是怎么过程怎么来的，就弱化这个结果。你看很多的家长可能在培养孩子，在教很多的学科的知识的时候，可能你这个错了，你这个不对啊，你要背，你把这个东西要达到严格。那尤其是在这个思维逻辑里面，我会特别就是即便是他错了，特别的了解一下，
你是怎么得出来这个结果的？你是怎么去做出来这种情况的？只要他自己动脑子了，那是错的，我会给他鼓励。对错不重要，而且现在的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外面的一些教材也并不特别，逻辑上面并不是特别的严谨。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第一是自己要有耐心，有可能会不管是你在社会上这个压力是不是会向孩子传导，你自己可能也需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在孩子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教育阶段呢，我觉得更多是让他有这种思考的习惯，让他多考虑思考，而不是要片面的，就是得出来，哎，你会多少东西，你会背多少东西，会说多少东西，其实那不重要。孩子，我更注意就是，孩子前面的时候可能小了以后，他依赖性比较强。经常会拉你，你帮我做这个，我说我不给你做，这是你自己要做的。我可以教给你方法，我告诉你，这个可以这样做，这个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把它串起来，你要自己做。孩子跟我闹过，跟我哭过，我不管。我说这是原则问题，我不会插手，我不会上手，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做，怎么做。我会教给他几点，剩下点延伸的、延展的，我不说。你自己去琢磨，那他有时候他不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我告诉你，你要想得到这个结果，必须要按我这个方法。能用别的方法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尝试别的方法，但是必须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必须要用我的方法，要不然你得不出这个结果。跟我哭跟我闹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自己看，你按照我的方法，你能得到这个结果，不按我这方法得不着结果。他自己试错，试了半天，最后得出来方法，哦，按照爸爸的方法确实得了。这是第一个，他学会去按照别人的方法可以做。第二是什么？有时候他会思考，我能不能按照别的方法去做。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在一些小事上面，一些教育的这个渗透，我们的家长可能也得花心思。你不能说我把孩子扔到学校去了，或者扔给教辅机构了，教辅机构可能它的目的性比较强。技巧性的东西，或者心理建设的东西，或者思维模式养成的东西，机构或者教育机构是达不到的，都需要你自己家庭教育里面去给他传导的。这是我对教育里面，就是家庭教育里面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认识。没有了，但是这个是你自己私底下跟你朋友的，就跟你朋友或者跟你那个家人的交流，是你有这个看法是可以，但是问题是我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把这个方法论或者这种观点去灌输到整个那个教育行业里面，让教育界里面的导师们可以真的把这些理念落地实操进去嘛。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情况，就是他们不会这样干啊，他们就是教育是非常个性化的，你除非到一个阶段、到一个阶层、到一个领域里面，它没法模式化。教育的普及性的教育肯定都是就是模式化的，应用的教育全都是模式化的。对啊，那就把这个模式给改编啊，就以前的模式就是去教你怎么去解答题目，就背卷什么，但是可以把这个模式改成好像我们讨论的那种新的模式啊。不现实，你就比如说拿天津来说，我想孩子去的学校，那他们很多的可能会把孩子送到这个比较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口碑比较好，应试最后结果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反而呢，我觉得我想给孩子去这种可能素质化的一些教育啊，并不是特别应试的话的那个教育领域，我不想让孩子特别卷，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宽松的范围去走。那市场里面80%左右的这个你可能接触的教育的模式全是模式化的教育，个性化的这种差异性的肯定比较少。那你在这个同样这个市场氛围里，我要打断你，我的观点是我不是反对这种模式的教育，我只是说要把现有的模式去改变成一种新的模式，可以达到我们在讨论的那种结果，而不是只是很努力的去帮助孩子去让他们
用很长的时间或者用什么技巧去记什么题啊，去答什么答案啊，去在这个卷子里面拿什么高分啊，我就说这是现有的体制嘛，我就说我们要怎么把现有这堆体制这种模式给它去掉，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新的模式，去做一个新的模板，然后把这个模板再发扬出去嘛，对不对？只有国家从顶层，只有国家从顶层。对啊，所以我就一开始不是说嘛，就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确是做了一些东西，但是它又有什么新的方法？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给中国中央政府去做一个新的方案，那要怎么去实行才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不现实。前面一开始我给你举例，不就说那个英语贯穿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合理不合理的所有领域嘛？因为什么呢？它往下铺这个政策和贯彻这个政策，它有可执行性。你说的那个东西呢，它第一个是指标性不强，操作性不强，你一定得想它有个行政管理的一个体系，有引导机制。引导机制有一些是可操作的，有些是不利于操作的，或者说没有规范的。那当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和机构部门的时候，它一定是贯穿下来的这个主线肯定是可操作、可执行的，面有一些弹性的是属于掌握在这个弹性空间里面。所以你说的那个呢，只能自上而下的去引导。你比如说，就像这个加入英语这个考级。英语的这个教学比重是为了国家战略，那后面比如说科技引导的，那科技引导需要什么？创新思维，需要这个思辨性，需要这个逻辑化，这些东西可能贯穿下来以后，他会把指标先定下来，这个相应的机构啊，相应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组织部门呢，他会向下传导。那向下传导的时候，它肯定也是先执行那个可操作的、可指标化的，你排除不了的。所以你去期望于这个传导下来的这个，不如从自己做起，因为环境你是不能是人不能改变环境，人去适应环境。而且那没办法，没所谓。而且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对，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它这种传导机制是有时间效应的。人的这个生长和你的成长周期是一定的，你不能去赌。我等你这个整个传导下来以后，也许10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但是你孩子能重复吗？不能重复。就把握好当下，每个人都是把握好当下，展望未来才行。你不能说我现在这孩子现在几岁了以后，我期望回头高中时候他能教育水平或者他教育机制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不切合实际，我也不期望。那我就做好自己。如果他当时这个环境达到这种环境 ，OK， 对我来说是个加成，是个促进作用。如果他环境还不成熟，还不是那个情况，有可能我自己再加一份力。任何时候都是把主动性把握在自己手里面，你的人生才可控，而不是过分期待并符合你的这个愿望或符合你的要求。这个当然了，但是我只是说，在整个大的结构上，可能有一些新的改动，我们可以去摸索一下嘛。就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第一，我们可能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把这些教育界的人员或者他们的那个水准或者水平或者他们的对这方面的东西整体提高，是一个非常漫长或者一个根本不可行的一个 ideal 吧，就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理想化的东西嘛。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怎么看？就我因为经历过 COVID， 就经历过大家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学习，有了一个咱们现在就整个全球就是对这个线上学习或者这种模块呢，已经有一种接受度。然后呢，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很好的利用这一个改变，然后呢，
去把更加优质的那个教育水准的那些人或者那些资源，把它整体整合下来，然后呢把它综合的再通过网络啊整个一个大平台啊去更好的灌输下去，就比方说就是把他那个很好的明星化的那个明星的讲师呢，就让他在上面去教，然后呢，你的在学校的那个普通的老师呢，他就把上面的那种指导呢，去给你更加丰富化，或者在线下帮你做这种直接可以回应你问题的一种这样的责任，而不是在好像以前那样的模式。因为国外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一个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它就叫 Khan Academy， 中文名字叫做河汉学院。它这个河岸学院呢，在中国你也可以搜到的，它也有中国版，中国版是好像是网易帮他做代理，然后做这个翻译的。然后它这个是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做了，然后就做了很长时间。他这个Khan Academy 的背后的那个创立人呢，一开始呢，他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做一些数学的那个教程去发给自己的子女去教他的子女一些数学的东西。然后做着做着，然后他的那个数学的教程呢就越来越火，越来越多人看。然后呢，他也得到了很大的那个社会上的关注。然后呢，他就通过种种的手段呢，就把它做成那个平台化。然后它这个平台也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是一个 non-profit， 它不是为赚钱，你是可以免费上去用，免费上去看免费上去去做交流的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背后呢也是有那个比尔盖茨 Bill Gates 的那个support， 所以说一直做下去。他现在呢就是每一年呢他就会问他的那个会员什么的去做一个专赠利用这个专赠的那个资金去延续下去。他现在这个平台呢已经从1到12年级的数学还有那个科学生物跟那个一些 history 跟 finance 跟所有的那个大学的一些学科，有一些 computer science 什么都有了，都已经纳进去了。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多时候都是他一个讲师说的嘛，所以说那个讲师讲得好，很动听的话，他就可以很容易打动到很多很多学生，很好动的、很好的互动的去学。然后那些学生在看完之后呢，他们外国呢也有很多学校利用了这个平台，就是比方说让学生呢在网上就做了这个课或者看了这个东西，然后在线下呢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讨论这个课情的东西，讨论这个题的东西，然后就把整个学习氛围跟整个学习的模板都完全改变掉了。我觉得好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可以去引进到国内，让国内的比较顶级的那些学府好像什么清华大、北大这些就挑一些比较好的老师，然后就一个数学老师又好，一个物理的，然后一个语文的，就是把基本科的最好的那几个挑出来，就让他们去做一系列的视频，就把所有东西视频化，然后平台化了，然后也免费让全国人民去共用。然后共用的时候呢，他学校也配合着这个platform 这个平台去做一个线上跟线下的一个补合。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改变去做我刚刚所说的一个新的模板块出来，去推动一个新的教育体制。其实我觉得你这建议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补足那个区域性的教师资源，就参差不齐的一点。对，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应该尝试了很久很久，就没办法很有效率的去提升这个教师他本身的那个工资水平嘛。所以说如果我们强求这个所有的教师去做一些 upgrade 或者做一些他的适应范围以外的工作的话，但是我们又没有在他的人工上面给到位的话，他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做。
如果他没有动力的去做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动力去摸索这个新的范畴或者改变。所以说必须要某种意义上必须要在中央政府他推动某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在非常低的成本之下拉动整个社会上的改变，而导致到整个社会有整体的整个教育的模板会做出这么大的这个 pivot， 就是这个对这个拐弯嘛。所以说我们应该可以，就因为大家经过 COVID 之后，大家对这个东西他不抵触，他接受了，就大家现在你跟他说上网课对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他觉得不可靠的事情嘛。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就是如果是在家上网课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家长是不愿意的，就是他觉得孩子在学校统一进行学习的话，他会放心一点，就可能更涉及到很多家长要上班的，更会这样思考。那我就是你刚才说了之后，我所设想的一个场景是，大家统一在学校里上视频课，然后老师就成为助教，现场老师就会成为助教的一种角色。对，我说的不是在家里上网课，我是说上网课，在学校统一进行学习。对，你可以在学校里面上，说白了，你也可以把学校这个定义重新改变一下。第一，现在不是说，就刚刚之前 Eric 也提到过这个学区房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咱们试去想象一下，勇敢的去想象一下，如果把学区这个全部去掉，就一个城市里面没有所谓的学区的这个地方这个 area 的话，咱们把这些学区全部搬离到就是中国的中心地带，就不要把他们放到沿海的这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这么隐蔽的地方，把它放到那个中部地区或者西部需要开发的地区，把这些资源搬过去。因为以前你为什么每一个顶级的城市，好像北京为什么要设立在那里呢？这因为那里有资源嘛。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互联网化了、平台化了，它在哪里学都可以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整个改革就可以导致到由上到下，把这个学校从北京搬到去不知道西江或者什么的，然后呢，但是他学习的那个质量呢，就是清华北大的质量，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可以这样解决了这个在一线城市的那个学区房，而引导到那个地产行业的泡沫的现象，而也引导到这个就成年人或者整体的那个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社会上对这种房子啊或者这种学区房的那种迷失，或者让他们不要再迷信这种东西，把他们的专注力转向一些比较正方的一些发展范畴。我觉得整体这个结构性的改革或者整体的带动的话，会给整个社会或者给整个中国的那个社会结构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那个发展。就之前不是一直在考虑怎么去发展这个中部地区啊、西部地区啊，然后一直也要考虑为那个一线城市的那个房价啊炒得乱七八糟啊，而导致到全国的房价都跟着一样去疯狂的泡沫嘛，而导致到你现在因为房价而绑架了很多人的那个一生，就是说他去学习啊，他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工作啊，但工作要给你一定的钱，让你可以去买房子啊，然后让你去娶媳妇啊，然后去生孩子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假想的这个一系列的改变可以这样发生的话，它应该可以从系统性去解答了我刚刚所说的一连串的问题，而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新的改变。我不会觉得社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你高考的应试的机制还在，就是高考是目前相对比较公平的一个教育手段，你赞同这个观点吗？首先，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一个问卷或者这一大堆题目，它
不应该去决定这个人的一生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如果取消我高考的话，因为我之你说前不是说了吗？这个 AI 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如果我知道我们已经接纳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整个世界已经接纳这个东西，就证明了我们人类已经没有再必要的去花我们的时间跟记忆力去记那些题，去解答那些题。然而这个整个高考这个整个机制，它的存在就是刚刚好去考察我们人类的那个记忆力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很好的去利用这个 AI 什么的话，我们应该可以随时随地马上就可以找到某一些题目的标准答案，而去得到这个有效的信息，而不是需要去花时间去思考这个题目它应该是怎么回事，我记不记得住那个答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无效的工具，就是这个高考或者这种试卷去考这个人的那个记忆水平是一个非常无效的一个工具。那我觉得需要做到这样的话，首先你得提升社会福利，就是在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这种情况下，你得有生存权，就是你可以在社会下生存下来。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刚才。我明白，但是你觉得这个高考的试卷跟那个学习或者那个你考到什么，跟你之后的那个实际的那个人生的收入是正向的挂钩的吗？你真的必须要完成高考或者什么？我觉得它会提供机会，就是有一个普遍性，不是绝对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的话，在现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下，首先我们在未来20年之后 ，AI 可能会完全的取代这些记忆性的工作，或者是然后那个人工智能那个工厂会去取代普通的这种所谓的拧螺丝的这种对，这种工作。但是目前首先到现在的话，还有一部分人他是需要这一部分工作他才能存活的。其实这个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那天有跟他们讨论，在我们人类社会变得更智能化的这个过程中，势必是有一部分人是会被牺牲掉的。你赞同这个观点吗？我觉得是有一大批人会受到这个 AI 的冲击而牺牲掉。对。但是问题我们就是因为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而去做我刚刚所说的改变。对啊，你看看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对不对？好像你说的，我要考这个学校，得到这个学校的那张纸，那个认可证，我要拿那个是一个敲门砖。对，在我看来是拿着那个纸去到一个公司跟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学校出来的人，然后那张纸就可以跟那个公司说，这个已经证明了我这个人的能力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让这个公司愿意去接纳我，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模式跟模型跟思维嘛。对，是有普遍性的。对，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嘛。你现在说白了，因为有了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这个很多企业它根本就不需要再请那些人了。就是说，好像说比方说，你看这种客服的，对不对？客服的完全是可以利用 AI 去做这种人工客服。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种软件公司做出这样的一类别的那些 APP 又好网络插件又好，它就是让你去掉了这种客服的那个需求。然后另外你好像说你这公司除了客服还有销售呢，你销售更加也是可以做得到，就因为它有那个 ChatGPT 的那个 language model， 它基本上已经可以达到了那个
人与人的普通交流也没问题嘛，对不对？你只要用它的那个 language model，然后呢再加上一个 AI 的那个 text to speech 那个 voice，就是你把文字变成声音，然后再加上一个 AI 生成出来的一个 avatar， 就是一个3D 出来的人像或者什么的，它可以帮你打电话或者视频的去跟一个在外面的客户进行交流，而进行那个推广而销售，所有东西基本上很多的基本的岗位都可以被 AI 或者这种机器人给取代掉。这个是已经在做的，我也已经看到很多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人力成本越来越大嘛，特别在中国，对不对？所以说，就算你拿着一张非常好看的纸在我面前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学校的，我也其实在考虑的，实际上那个成本是高与低的问题嘛。所以说，我觉得你的那个学校的出来的跟那个不是学校出来的，跟你之后的那个发展的那个实际收入的挂钩，我觉得是越来越脱钩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说，如果你是个老板的话，你以前的话，你可能10年前为什么这么需要有什么清华北大的那些人才过来？因为没有办法去替代他们嘛。对不对？你也想请一个清华出来的文科很好的，让你去帮他写文案啊，做广告啊，做推广啊，然后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一个很普通的 AI 的一个 model， 它就已经可以吊打你10个100个清华出来的那个文科生，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前那种追求的那些东西已经再没有它的价值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刻好好的去探讨一下之后的整个教育的发展，而引导新的这一批人类他们自身的那种修养发展。因为就好像我之前说到，只要你一直保存着你的 curiosity， 就是那个好奇心，让继续推动你去一直去摸索新的东西，只能够这样你才可以一波一波的就是跟这个科技的冲击去做一个配合，去找一个新的出路。而如果你只是好像以前的那种模板的话，我就要应付现在当下这个高考，我要应付高考之后去到那个学校的那个大学的里面的讲师说的那个考试，我只是这样去想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去跟新一代的那个科技去平衡的，对的。所以我说真的很关注这个点。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保持好奇心的前提是你不要饿肚子。普通家庭其实现在普通的中国家庭的，不管是父母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有特别是父母这一辈吧，现在说80后可能是比较惨的一辈，就是他们所遭受的这种社会压力以及房贷，然后养育成本很高，对，那哪里有时间或者精力让他们来保持好奇心？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你的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还是得提高社会福利。但那我看来是这样的，现实好像现在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确是在内卷嘛，对，在内卷，然后它那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是没有之前这么活跃了，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就面临失业啊，然后被裁员啊，各方面的灵活就业有2亿人了，应该是。对呀，所以说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然后再带来一波冲击，就是全部的企业跑去做自动化。然后之后，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考虑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嘛，自动化就是他在做自动化的之后呢，他就更加不需要人力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们会被抛弃的更快？对呀，所以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东西，就是整体的，就是
直接影响了两代人，就是现在的父母他在工作的可能就已经没有工作了，但是他未来的如果他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灌输这种比较传统的那种教育理念给他下一代的话，那他就直接把下一代的那个可能性直接抹杀掉了，是不是？所以说行，那我们沿着这个话往下讲。首先，你觉得政府他有能力或者是有那个意愿去走到家长前面，改变这种观念吗？首先我觉得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他敢不敢的问题。就是我是希望他敢的，我是希望他敢的，因为我就按照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情况，你想想，如果他不做的话，那之后的那2、3代就没有出路了，他活不下去啊，对不对？如果现在不寻找一个新的模式去搞一个新的模板的教育的理念出来的话，那以后这些下一代的人他怎么去可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啊？因为都已经全部自动化，是我们现在就是以前是中国已经经历过了嘛，就以前的下岗潮，对不对？但是以前的下岗潮，他那些工人下岗之后，他可能是做木工的工人，他从木工掉下来之后，岗位掉下来之后，他可以跑去慢慢的，因为我们有那个白色家电起来了，他就跑去做冰箱，对不对？做一个电工什么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新一波的那个经济的增长，可能就是电子汽车，对，电子汽车的时候呢，他们里面的生产全部是自动化，都是那种机械手臂去做。那你之前做空调的那班电工就没办法进到这些电子汽车的行业里面去做他们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被抛弃了。但是他们抛弃出来之后呢，他又想象的问题就是很多那些服务业的岗位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销售啊，那个就是售后的酒店服务员，对呀，都可以用机器人。对呀，所以那班他们又受到那个科技上的冲击，让他们没有一个跳板的空间啦。那所以说现在的局面就是已经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的这种教育体制里面改革的话，以后下来的2、3代人他就更加没有可能活下去啊，就整个经济体或者整个社会的那个转动不起来，就这么简单，就转动不起来，因为越来越多人会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但是这个工作机会不是他的错哦，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就好像说我们这个 ChatGPT 出现到现在，被时代所抛弃的。对呀，就因为我们这个 ChatGPT 这个东西，这 AI 东西出来就还不到4个月吧，4到5个月吧。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报告已经说，有人特别日本最近有一个新的报告，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有一个日本不是都很喜欢搞那个漫画动漫的嘛，然后日本有一个漫画家，或者他也不是漫画家，他只是一个 IT 男，他用AI 跟 ChatGPT 合成去画了一个漫画出来，漫画系列，然后已经出书了，已经在日本在热销中了。如果在以前的话，要画这样的一个漫画出来的话，他可能花几年时间才会完成，但是现在他利用 AI， 他本来不是一个画漫画的，可以短短的利用 AI， 在几个月时间已经出了一本新的漫画书出来。你这是多恐怖啊，对不对？确实这个世界发展方向就是这样子的。对啊，虽然 ChatGPT 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取代人在这个工作中的作用，因为它其实还没有那么智能，但是苗头是在的。但存在就是其实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比较悲观，就是政府它有没有这种前瞻性或者魄力去做一个那么大的转变，可以说是违背了中国传统，不只是建国这70年来吧，对，我就说几千年来的这种刚刚所说的那个家长对这个
就是补习课的问题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家长都还是就牢牢的抓死了这么传统的那种思维方式。如果真的要去做这么大的改变的话，就是整个社会的那个人他愿不愿意去接受。当然刚刚 Eric 也是说，只要你证明了这个东西可以得到钱的话，他就可以接受。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科技带来的冲击，它就会抹杀了很多人赚钱的机会啊。那以后我们还利用这个钱来做这个整体引导的话，它是不是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想法呢？是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其实这样思考的人，可能我觉得你的思考都是比较深的了。这样思考的人，在我身边首先是没有见到的。我只是曾经看过孟晚舟的一个采访，他说他不会让他的孩子去学习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行业，就会被智能机器所取代掉的行业。但是普遍是，你今天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让我思考的一个空间，就究竟未来的人们要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如果他们保持这种好奇心，那在大量的机械取代人类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要怎么获得他们的就是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正常生活下去。就目前来说的话，我只能说想到政府是首先要提高福利，才可能解放人的思想，然后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保持这种好奇心，探索世界也好怎么样的。我是会觉得有一个保底的福利性的东西在，才会完全的转变，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家长的思维。那好，再就没事，我先插个话，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你看现实上中国社会它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东西被那个房价给绑架住了嘛，对不对？对，没有错。所以说，但是它这个东西的根是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学区房这个问题嘛。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有学区房呢？就是教育绑定房产。对啦。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东西？就因为他脑子里面认为我要得到清华的学位，然后才出来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作，我才可以找到好的女人去结婚生孩子，对不对？是这个思维吗？对，没错，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我们就把这个打破。打破怎么打破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一，把教育资源搬到其他地方，让它搬到其他地方让它平衡发展，不要只堆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乱七八糟的，就把它搬到去现在需要发展的地区，然后通过互联网上面的那个统一的一个优育的教育，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把全部全民化，让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到，而且是免费的，重点是免费的。然后呢，因为这样就打断了这个大家对这个房产的那个需求或者这种迷信，对不对？而导致的这种要求呢，就把它这个需求呢，这 supply and demand 呢给平衡下来，大家不再追这个房价了，不再追这个房价的话，那大部分的那个人的那个口袋里就是可支配的现金不是多了吗？消费也提上来了。对啊，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你1万块，你基本上8000都是放到房子里面了吗？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学区房这个事情？那不也是政府定的吗？也不是，那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以前就是因为只是说存在一种新的可能性。对，就是因为以前的很多的不同的那种比较保守的那种想法或者那种看待世界的眼光，而导致的现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那个pivot point， 就是那个拐弯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拐弯点里面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去迎合它的话，那我就觉得通过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idea， 它可能就更有效的去
解放到很多人的那个生活上的东西啊，时间又好，金钱又好。就好像你说的，如果你都这么累了，为了生活这么累了，你还哪有空间或者时间去摸索这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案去解决了中国大部分人的那个对房产的那个迷信或者什么的，打破这个市场，做一个新的市场出来，就因为没有了这个房贷的乱七八糟的压力，他真的有可能有时间或者更加多的方向去摸索的话，那可能就形成一种新的我们现在可能想象不出来的一种新的产业链或者什么，而那个新的产业链是那种机器或者 AI 代替不了了，反而是他们利用这种 AI 啊机器啊去辅助他们去发展一个全新的产业链。就比方说，就咱们可以试试想象一下，就好像说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日本的案例，如果以后你很多人呢就可以利用 AI 或者什么就帮助你，就每个人就可以写一本好像《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出来，你觉得是不是很牛逼？但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这个思考空间，或者他们对文字的敏感度没有这么高，但现在你可以利用 AI 去帮你把文字那个板块给处理掉，然后你也可以通过 AI 去在全球搜索一些很好的点子，让你去刺激你的思维，去想象一个科幻小说又好，爱情小说又好，什么都好，有 idea generation。这样去做 research 就很快，就是给你之前可能需要花10年的时间去搞一个三体出来，但是你现在因为有很多科技的辅助，你可以在1年内就可以搞一个三体的故事出来，那是不是它就产生了一个很多新的可能性，让很多新的产业可能就出现了。然而你也可能就是发展到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就通过 AI 的帮助帮你制作一个三体的动画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在网上推广你的故事，而导致到一连串的新的产业链会产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东西发生的大前提是我们必须要让整个社会它的整体的就好像你说的，就先解压，帮他们整体解压，就不要被那个房子给压死了，压得这么死。然后解压之后，去 encourage 去推广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让他用更宽的视野去看整个世界，然后利用世界新的科技带来的新的工具，更好的摸索，利用他自身的那个 curiosity 好奇心去利用那些工具去产生一些正向的那个东西出来，整个社会就那个活跃度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想你刚才描述的这个世界蛮像共产主义社会的。但是也不一定了，但是你依然有这个去挣钱的动力嘛，就是说你就好像我跟你两个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写科幻小说，但是我们的那个点子不一样，来出来的效果不一样，但是我们到时候就看看谁的那个 idea 比较好，然后就放入市场，对不对？只是说它是解放了我们的生产力，就我可能不可能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去想象自己做一个三体出来，但是现在通过很多新的科技，我有可能去这样做到出来了，对不对？那我就利用这个可能性去把它做到收益的最大化嘛。是这样没错。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蛮好的，但是我在想他会不会说，那这样那个世界的人所受到的智力的影响就是它的上限。不过现在其实逻辑也差不多，这一趴剪掉吧，我刚刚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跟我们聊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没事啊，你可以说啊，没问题啊。没有，就是你什么意思？什么象限？就是那个人的上限什么意思？对，就是我会想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
他怎么去？我在想有没有环境，就是环境会导致他的这个好奇心也好，他的认知也好，那个范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家庭时空背景，那这样子更不会，会不会更造成就是他们中间的这种差异化更比现在还大？对，你说的很正确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去思考的话，以后决定这个人或者其他人的那个差异化，不再是他那个清华北大那个毕业证嘛，就变成了是他自己个人的那个好奇心去到哪个位，他可不可以很好的利用他去找到一个新的点子，让他去在社会上创造很大的财富嘛。所以说，就为什么我就是强调，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教育改革就是要把这个点做好嘛，就不要再逼他们去考清华北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教育已经得到清华北大的教育，对不对？他不再去往那个方向想了嘛，那很好了。那如果每个人都已经有这种清华北大的教育，那他之后下来在学校里面，大家学生或者那个学校教师对他们的培养，就是要刺激他们差异化的培养，对，就刺激他们的那个思考模式、思考模型，让他们有一个 open mind， 要他们去学习怎么去做 critical thinking， 对不对？然后要他们去怎么去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处，那种 relationship。怎么去 manage， 去怎么去接纳社会。那其实在这一部分的教育还是存在差异化。是啊，是有差异化，但是问题是它这种差异化已经相对之前来说是大大的改善了嘛。就我觉得会形成新的内卷。也有可能啊，你好像说你现在比方说抖音嘛，抖音不是很火嘛，然后你看抖音上的创作者，他们所创作出来的内容，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样嘛，对不对？对。所以说你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人，他们所出来的那个想象力的空间，或者他们的想东西的方法，跟他想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差不多了，已经去到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差不多再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了，怎么再次解放？让以后抖音上的平台或者什么 YouTube 什么会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题材的东西出现了，这个其实就刚刚好认证了我所提出的东西。如果真的按照我那个思路去想象的话，那以后那些平台在 YouTube 又好，那个抖音又好，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它就是可能每几个月就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而改变了全人类对某一个话题的议题或什么的看法，而导致有新的 idea 出来。那个时代的话，那个人类他就是追逐这一个新的 Renaissance 嘛，就是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嘛，就是大家都是很渴望的追求新的 idea 新的想法，然后把新的想法去建构起来发出去，让全世界看，让全世界去交流，会形成我是希望可能形成这样的效果啦，这是非常正向的效果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我们人类要用我们的时间啊或者肉体啊去做一些劳动力重的东西，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对啦，就解放了我们人类的那个思想上的追求，让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那个是一个升级了，说的不好听，对不对？对，其实我蛮赞同的，但是作为我在国内生活的就是这个场景来说，我还是希望做到这一切的基础是社会福利能够提高，就是至少有一个生存保障。我跟你说没有，你可能没有误解了，就是我跟你说解决的那个学区房，它就解放了很多资金出来嘛，对不对？那样它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那个所谓的社会福利嘛，就是那个钱的问题嘛。就我们现在看整个中国的话，我们应该知道也是要正面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资源是绑到了房价里面嘛。对，房地产，而且
这个问题，其实还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挂钩嘛。对呀，因为它就很基大程度本上上土地中国财政。对现在基本上我们说的不好听，就是中国已经被房地产绑架住嘛。对，确实是现状。对呀，就看他能不能，我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你的想法也是蛮对的，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再靠房地产就是挣到很多的钱了。对呀，已经去到不是之前不是有个新闻说整个全中国有61套房嘛，或者6亿套房什么的嘛。你说那个库存房是吧？对啊，它是好像可能不有止。现在地方确实有炸楼保价的现象，就是它新的那个商品房没有卖出去了，它就整栋炸掉，其实是资源的极大的浪费。对呀，你看，就是因为整个系统化去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点了，已经，对不对？然后这么极端的这个点，它背后绑架了就是教育，绑架了以后的2代人他的出路，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真的去考量整个架构，就整个 big picture 去看的话，我们就应该很好的利用教育而做一个引子，引导全人民去把这个房子这个东西，这个迷信给它去掉，然后解放这一大堆资金出来，然后很好的再做这个资金上的分配，去引导他们去学习好的东西，让他们很好的用这些钱去做创作又好，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引导这个钱去另外一个方向嘛，不要再走去买砖头啊房地产。对啊。确实是，我觉得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是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但是它可能未来它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房地产你没有办法再靠这个赚钱了。对，所以你经济转型是必然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对政府的职能的话，我更多的是在于它是一种兜底的行为。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做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因为它是一个很闭环的东西，而且是环环相扣的，然后也很考验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对啊，但是问题说你按照放眼全球的话，全世界除了中国政府，还有谁可以做到有机会做到我提出的那个描述的这个对啊场景？基本上没有啊，就全世界就只有他可以勇气。对啊，所以说没有，当然我们现在只是一个 brainstorm 嘛，我们就是思想去碰撞嘛。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问我全世界有谁有能力或者有机会做得到的话，那只能是中国啊。我不可以想象，我不可以想象美国或者加拿大其他西方国家有这个能耐去做得到，因为他基本上他连统一人民的意向他都做不到。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这么牛逼，统一到10几亿人的那个意向去做一个引导性的行为，去引导他们做某些事情。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这个 idea 就只有中国可以尝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中共应该说中共它的我觉得它的行为是很保守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政策什么的，他其实都偏向于社会稳定是第一需求。对呀，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以后社会就更不稳定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现在那个自动化都已经出现了，对不对？你就越来越多人失业。但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他们也背着那个房贷也付不起了，对不对？然后不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 foreclosure 嘛，就是房贷还不起，但那个楼要被法拍嘛，这个是越来越多。所以说他本来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各方面让他去到这个点，这个拐弯点嘛，这个 pivot point。如果他真的 pivot 了，做到了，他就成了。如果他没有把握这机会做不到，那就越来越差，真的越来越差。我觉得这个头脑风暴很好玩。
对，其实我蛮赞同你的观点的。但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现在执政能力，就我党的执政能力，有现实的认知。这个我也清楚。我觉得他们会偏向于保守派一点。你像那个，你还记得前2年做的那个 P2P 暴雷事件吗？不太清楚，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他做那个。也是想让民间资本活跃起来，然后放了很多那个小贷公司的执照，然后后来那些大量的就爆雷了，然后这个事情对引起了它的问题是在于监管不到位。对，其实 P2P 从好像是起源于英国吧，没记错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活跃民间资本的那个作用的，但是在中国落地执行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爆点，以至于后面发放的那些牌照很快就在2年时间还是多久时间，很快的就全部都收回来了。所以而且它引起来蛮轰动的一个事件的，很多家庭就对政府的这种信任的程度，然后把钱投进去了，因为是政府发的牌照嘛。然后最后很多家庭就把自己的储蓄都搭进去了，到现在可能有的还在打官司。对对对，那这个只能说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 regulation 的问题，就是中国一直就我觉得他是想做好事，但是问题是呢，他做好事的过程呢，他监管不力，而导致呢，把人性的最丑恶的一面呢全部暴露出来了。没有错，所以问题是这个监管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做不到？这个是我们要去深入讨论的问题。深究，我也很奇怪，对我也在想这点，因为就像你说的，南星上现在拥有那么强大的政府公权力的政府的话，可能是中国是独树一帜的。对，为什么在做那么大的全国性的政策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导致了后面这一连串的悲剧，这个是我真的很震惊的事情。我当时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下面的那些管理者，就是那些地区政府，他不作为嘛，对不对？延伸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官僚作风的，对呀，就是不做不错，做越多错越多。但是他这一帮人。这一帮人，你回想一下我们所说的教育问题，这一帮人所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样子啊，对不对啊？你想想，他现在可能那帮是大概50岁左右吧，40到50岁嘛，对。那他那一帮人，他成长的时候所受的教育体制，不是就是最传统那种吗？填鸭式的教育。对呀，那所以说，在他的脑海里面，他早就已经抛弃了我所说的那个curiosity，对不对？他没有好奇心了，他也不会自己自我更新，也不会自己去为自己做得更好，对不对？然后他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因为以前的教育体系而形成了这一大波这样的人出现，而这大波的人现在是他在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管理层，对，他是这边的管理层。然后这帮管理的人他做不到位，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型就是最古老的那一套，而导致他根本就没办法跳出他那个想法，而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好，对不对？很有道理哦，我突然觉得闭环了。对呀，必须要闭环了，真的是这样嘛？如果你思考一下，确实没错。如果你是10岁、50岁，你还保持的那个 curiosity 那个好奇心，你应该去想想，我怎么考虑这个 P2P 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应该怎么去运作，把它运作得更加好，不是只是说上面给我一个任务，然后我就放这个 P2P 的那个证件随便敲，对呀，他根本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都没有思考过，他也不需要思考，因为他整个社会氛围就不允许他去思考，也不让他去思考，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源于他本来
受教育都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要现在才改变呢？他都40岁、50岁，他为什么要突然间做出这样的改变呢？他的人已经定性了是这样嘛？对，没有错。然后中央是嗯一直在改变的，你要知道中央政府是一直想一些新的 idea 或者新的政策，想去刺激下面的，对不对？因为中央最 top 的那帮人，他必须要继续学习，继续去考察外面世界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他下面那帮人就刚刚好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在上面的主脑，他可能想出一个非常好的 idea 出来，然后派到下面去执行的时候，因为下面人的那个水平就是那样子，所以导致到呢悲剧，就是你说的悲剧出生了。就像脑子和四肢已经不协调了，对呀，对了，僵化了。对呀。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就是在未来几十年或十几年，在这种智能化的社会里，会对中国这个超稳定型的结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中国的这种稳定型不是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才有的，你有没有发现？就好像自古以来都是那种很稳定的一个，对，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教育方式的改变会带来一种全新的面貌，就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可能会就是活跃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会迸发出很大的潜力。对啊，那个想象空间是很大的，我觉得。也是对旧社会的一个冲击，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绝对是，只是说在这个转变中，能不能够真的把握好，做出正确的那个政策上的引导，或者那个整体社会上的引导，这个才是重点。但是我觉得我是希望更加多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当然，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对话是就很好，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的那个基本的教育去到现在我们这个对从 AI 对未来的那个冲击，我觉得是一条线整加下来是必须去想的一个1、2、3的那个效应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对对，也很开心，今天跟你这个对谈让我也有了新的思考。没有了，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或者我做这个频道的那个意向就是希望有更加多的人去一起去摸索一下或探讨一下有什么新的 idea 或者什么的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一些发展或者对人类的那个思考可不可以再去有新的冲击，所以我是很感谢你今天你跟那个 Eric 一起过来跟我去讨论一下这个教育问题了。非常谢谢你花这么多时间跟我去聊这个事情。没有啦，很开心。那好了，那结尾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是想观众去说一下呢？有没有东西想发表一下？我们来到结尾提升。对，其实对于教育问题的话，我还是希望说，呼吁每一位，就是我刚才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于家长，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教育工作者，就是我希望能听到这个节目的人研发出一些新的思考，因为我觉得人类的未来肯定是，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未来是孩子，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家长或者教育工作者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他如何面对这个变化很快、非常非常快的世界即将有一个转变。然后我希望孩子是能保持那种能力啦，但是孩子是一块白纸，所以更多的是需要社会引导和家庭的引导。就是希望听到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是自己的宝宝也好，或者是自己家族里面的小孩子也好，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如何面对未来的这个不可知的新世界，是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新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可预见的
时间确实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生产关系、生产模式应该说，这样子。对的，我也觉得是应该大家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大家就是对你自己也好，对身边的人好，或者对整个社会也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空间，可以去思考这个的。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Eric 他因为有一点事忙，他就已经退出我们的这个聊天室了。所以说 Eric 那边我也非常感谢他花了时间出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整体的经济结构跟这个教育的关系。他因为是从事这个金融行业的，所以说他对这个就是钱跟教育的这个 relationship 会拿得比较紧一点。然后呢，我现在呢再次的谢谢这个人类研究所的这些小姐姐，她今天过来了，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也谢谢她留到最后跟我一起去探索这个未来的人类发展的可能性。那我希望各位听众呢，就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呢，可能有自己的收获吧。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拜拜。拜拜。